中国国防部表示，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天前，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俄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艇分队已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海，驶往中国东海海域，准备参加此次联合演习。俄国防部指出，俄罗斯海军将由太平洋舰队旗舰、获得纳西莫夫勋章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20380型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旗舰扎波夫号和完美号护卫舰代表参加此次演习。俄国防部还透露，中方将派出2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1艘多功能补给舰和1艘常规潜艇。除舰艇外，两国的飞机和直升机也将参与演习。但日本舆论一度认为辽宁舰或将出现在演习中。据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在12月12号至15号发布的报告，解放军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的海军罕见出动了包括辽宁舰、3艘055大型驱逐舰、2艘052D 导弹驱逐舰在内的11艘舰艇，在东海方向进行了活动，并从宫古海峡和大隅海峡前出进入了太平洋。辽宁舰还在最近几天进行了歼15舰载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日方称，这些舰艇或是将与俄海军会师的中方参演部队。分析指，虽然此次解放军海军分成了2个编队，大编队走宫古海峡，小编队走大隅海峡，但是如果这些舰艇在进入西太平洋后合二为一，将会成为辽宁舰形成战斗力以来规模最大、战斗力最高的一次出动。还有观点认为，辽宁舰编队此次的前出是从太平洋方向锁台的准备工作之一，预计路线是按照往年惯例，出宫古、过巴士、进南海，穿行台湾海峡返回基地。不过，考虑到中俄即将进行的联合军演，这证明解放军海军已经可以轻松应对双线任务，彰显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舟山啊，这个外海，浙江外海，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这片海域还是比较敏感的啊。比如说它可能离着钓鱼岛也不是太远啊，那么离着台海方向也不是太远。离着日本的，你比如说像它的西南的离岛啊，也不是特别远啊。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局势，特别是中国政府一贯强调钓鱼岛的主权，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海问题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底线啊，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前提下，那么这次的演习的海域，我觉得就比较耐人寻味。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俄双边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自2012年以来连续举行9次，今年是第10次。经过多年海上联合演习的磨合，双方在高度互信、深度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为成熟规范的联演组织实施方法模式。中俄海上联演已经成为提升两国两军战略互信水平、增进海军间的传统友谊、锻炼提高海上联合行动能力的稳定合作平台和交流渠道，越来越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强的品牌效应。海上联演轮流在中俄两国水域举行，上一次是2021年10月14号至24号，在日本海北部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水域举行。中方参演兵力分别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南昌舰、昆明舰、滨州舰、柳州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俄方参演兵力包括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20380型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旗舰扎波夫号和响亮号护卫舰、2艘扫雷舰、877型乌斯季伯利舍列茨克号潜艇以及1艘导弹艇和1艘救援拖船。双方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科目展开演练。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的演习中，中方舰艇编队指挥舰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是首次出国参加军事演习，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南昌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
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3代向第4代跨越的标志。南昌舰是海上重型武器平台，具备强大的对海、对空、对潜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对地远程打击能力。作为当今世界海军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大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参加中俄联合演习，足以表明中俄两国两军政治上的高度互信。在演习中，南昌舰参与了重头戏，跨昼夜联合反潜，并展示了强大战力。声纳加强，右舷下面观察警戒。这次演练呢，是昼夜连贯实施，并进行现场复盘。应该说，科目的对抗性和实战化程度呢，都比较高。近年来，中俄军事合作稳步推进。今年9月，中俄舰艇编队在参演完东方2022联合军演后，在落实国际军事合作的框架内，在太平洋水域展开第2次联合巡逻。11月11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从地中海返回常驻地弗拉迪沃斯托克途中的舰艇编队在中国南海举行了防空演习。11月30号，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飞机在巡逻中首次降落在彼此机场。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中军方在亚太地区的联合空中巡逻不针对第三国。此外，在联合巡逻期间，俄罗斯和中国飞机根据国际法行动，没有侵犯他国领空。中俄军事关系的不断加强啊，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互信的结果啊。这个互信的建立都不是说1天2天、1年2年，可能拉得很长，可以放到比如10几20年，逐渐的一步一步的积累起了这种互信啊。这个我觉得对双方都是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俄的这种军事上的交流只会今后不断的继续的加深。另一方面，美国近期也在不断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动作，挑动地区紧张形势。本月初，美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出港驶往亚太地区，接替即将完成部署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预计很快将进入相关区域。马金岛号、美利坚号2艘2栖攻击舰也正在驶往亚太的路上，不久就会到达中国附近海域。有消息称，尼米兹号在驶往亚太的途中，也在不断进行舰载机起降等训练。